奶奶，我又挨骂了。二叔当着全京城鉴宝圈的人说我是顾家100年难遇的废物，说我连翡翠和玻璃都分不清，那我能怎么办啊？我也认真学啊，可是我真的学不会啊。您生前是鉴宝界的泰斗，怎么到了我这儿，连根鉴宝的毛都没遗传到？我到底是不是您的亲孙女啊？谁？臭丫头，你跪在这儿嚎什么嚎？我在底下睡得好好的，被你吵得耳根子疼。奶奶，你怎么死了就不能回来看看？我都听说你连翡翠和玻璃都分不清。哼，我秦墨兰一世英名，怎么有你这么个憨孙女？我也不想啊，我努力了，可就是没那个天赋嘛。傻孩子，天赋能当饭吃？你不是没天赋，是缺双好眼睛。来，奶奶送你一份大礼，我把透视眼镀给你，往后你的眼就是奶奶的眼，万物真假虚实，一眼看穿。奶奶，我没眼花吧？傻丫头，有了这双透视眼，往后谁还敢笑你不懂鉴宝？我能看见东西值多少钱，那去古玩市场岂不是要发财了？这眼可不只看价格，真假虚实、年代出处，一眼便知。不过啊，我不会出手，万事就要靠你自己了。奶奶要帮你成长起来。奶奶，我真的能变得跟您一样厉害吗？哼，别高兴太早，有我罩着，也得你自己争气。跟我去古玩市场练手。古玩市场？我现在就去啊！我什么都没准备呢，我连怎么砍价都不会，万一又被人骗了怎么办？傻丫头，有我在，你怕什么？也是，有了奶奶给的透视眼，这次我一定不会再当冤大头了。奶奶，我能不能不进去啊？上次我来这儿，被人忽悠买了个乾隆玉玺，回家二叔骂了我整整1个月，说我丢尽了顾家的脸。有奶奶在，你怕什么？这回奶奶给你指路，错不了。走，东第3排那个摊儿，快去。可是，万一又被人认出来怎么办？那些摊主都精得很，上次那个卖我玉玺的人，估计还在里头呢。再磨蹭奶奶亲自踹你进去，你是不是我秦墨兰的孙女？胆子这么小？是您孙女才怕呢。您当年太厉害了，我压力多大呀！少拍马屁，快进去！左边角落那个蒙尘的清华瓷瓶，拿起来看，别直勾勾的盯着，装得像随便翻翻。20。哟，小姑娘真是好眼光啊，一眼就看中了这个精品。这可是正经的老物件，清朝的。您看这画工，绝对是官窑出品。你要是喜欢，我给你个实诚价，5000块。5000？这瓶子明明值20万，这摊主是瞎了眼还是脑子进水了？不行，不能表现出来。5000啊，那我再看看，不急。怎么样，奶奶的眼睛厉不厉害？20万的东西，她5000就卖，这冤大头当得结实。厉害，可是奶奶，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不懂行啊，万一说错话露馅了怎么办？怕什么？奶奶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记住了，待会儿别表现得太想要，拿起来看看就放下。砍价的活儿，奶奶教你。这瓶子今天必须拿下。老板，这瓶子灰扑扑的，看着也不怎么样啊。姑娘，您别看它脏，好东西都蒙尘。我这瓶子正经老物件，您拿回去擦擦，保准漂亮。 5000太贵了，
我今天出门就带了300块，买不起，我去别家看看。哎，小姑娘别走啊，咱俩相见就是缘分。这样，你开个10价，只要不让我亏本，我就交你这个朋友。咬死500，一分不多。500，再多我真不要了。哎呦，小姑娘，500我连本钱都回不来呀！这可是我费劲巴拉从别人手里收来的，你好歹再加一点，让我挣个辛苦费呀！他骗你的，这瓶子是他50块收来的破烂儿，底气足点儿。老板，不瞒您说，我是个刚毕业的学生，月薪就2800，房租都交不起了。这500块是我下半个月的生活费，您要是觉得不行，我真没办法了。那我就去别家看看，您这精品留着给识货的人吧。哎，姑娘你再加点，800你拿走，我真不挣钱了。500，我多1分都没有了。得，500就500，今天算我交你这个朋友了。谢了，老板。丫头，你刚才那气场不错，有奶奶我当年的风范。奶奶，我腿都软了，刚才差点就没绷住，心脏现在还在狂跳，您看见没有？我手都在抖。习惯就好了，第一次都这样。奶奶当年第一次捡漏，回去路上手抖的连茶壶都拿不稳。真的？你也有紧张的时候？当然有了，那时候我才16岁，在街边花2块大洋买了一幅画，回去才知道是唐伯虎的真迹，卖了300大洋。那天晚上我抱着钱，一夜没睡着。奶奶，你也有这种时候啊？我还以为您天生就是鉴宝大神，出生就会看古董呢。说什么呢？奶奶也是从小白开始的，一步一个脚印练出来的。走，咱去找聚宝斋，找李掌柜，让他看看这瓶子。奶奶，这瓶子我抱着它该说什么啊？我什么都不懂，露馅了怎么办？怕什么？李老头是我生前的老朋友，进去把瓶子往桌上一放，剩下的听奶奶指挥。顾小姐，你怎么来我这儿了？想看点什么？这，姑娘，你从哪儿弄来的？告诉他，这是景德镇官窑的胎，釉色偏轻，底下的款识别漏了。李掌柜，这是景德镇官窑的胎，您看这釉色偏轻，还有底下的款识，别漏了。顾小姐，您这是深藏不露啊！外界都传您不懂鉴宝，看来是以讹传讹。您这眼光，这见识，连我这老骨头都自愧不如啊！您过奖了，李掌柜。您看这瓶子能出多少？这瓶子我收了，20万现金转账。20万？我500块买来的瓶子，转眼变成20万。好，成交。怎么样，奶奶没骗你吧？这才刚开始呢，往后啊，全京城的宝贝都是你的囊中之物。奶奶，原来有您在，鉴宝也没那么难。丫头，赚了钱该花花。走，奶奶带你去城东夜市逛逛，那儿热闹，说不定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你呢。奶奶，您说这夜市上也能捡漏？这里不都是吃吃喝喝的吗？你懂什么？真正的好东西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先别急着挑宝贝，奶奶生前最爱这儿的糖葫芦，走，买一串去。奶奶，您都成仙了，还惦记糖葫芦？成仙怎么了？成仙就不能有口腹之欲啦？快去最大最红的那串，替奶奶多嚼2口。好吃，奶奶您来一口。啊，忘了，您现在吃不着。臭丫头，故意馋我是不是？少废话，边吃边走，眼睛放亮点儿。停，左边第3个摊位，
那方脏兮兮的紫檀镇纸，看见没有？埋在假货堆里的那个是文征明的紫檀镇纸。450万！快，去看看！这手串多少钱？10块一串，爱买不买。这破木头呢？看着挺有意思的，拿回家压书脚用。多少钱？那破木头啊，我爸收来的，放这儿半年了没人要，你给200拿走，当给我腾地方了。200，450万的宝贝200就能拿走，这也太离谱了！不行，我不能表现得太想要。奶奶教过我欲擒故纵。这破木头也要200，老板你逗我呢？地摊上这种假货10块钱3个，你看看这颜色，和一块烂木头有什么区别？拿回去垫桌角都嫌脏。傻丫头，450万的宝贝，人家200卖，你还挑？快买呀！磨磨蹭蹭的，人家不喊你回来怎么办？奶奶，您教过我的欲擒故纵，您就信我一回。得，别走啊，姐，你有100没？100拿走，当给我摊位腾地方。放这儿占地方，我看他都烦，擦桌子还碍事儿呢。算了，看你也不容易，小年纪出来摆摊，100块钱就当帮你清垃圾，我也算积德了。谢了啊，姐，这破石头终于出手了，我替他感谢你啊，姐你真是好人。好人，大善人。要是你知道这石头值450万，估计得哭晕在厕所。丫头，这可是文征明的紫檀镇针，你刚才那几秒钟净赚449万多。奶奶，我腿都软了，后背全是汗，这要是被他发现，会不会追上来？追？那小子这辈子都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现在估计还在那儿数钱偷着乐呢。走，赶紧回聚宝斋找李老头鉴定，这才是正事儿。顾小姐，这么晚了，我以为是谁？这是又捡了什么宝贝？上次那个成化瓶才卖了20万，您这瘾头不小啊，大半夜的不睡觉。李叔，您帮我看看这个。这不是块普通的紫檀镇纸吗？顾小姐，您大半夜风风火火跑来，就是给我看这个？你再看看。这上面的花鸟纹，这不对，这是文征明的镇纸。顾小姐，您从哪儿弄到的？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就夜市上100块买的，一个年轻人卖的，他说是他爸收来的破烂，让我拿走给他腾地方。100块，文征明的镇纸。顾小姐，您这运气，老夫活了60多年，闻所未闻，您这是天选之人啊！天选之人，我全靠奶奶好不好？顾小姐，这消息绝不能传出去，传出去整个京城鉴宝圈都要炸锅。文征明的紫檀镇镇啊，这是传说中的东西。看吧，李老头都震惊了，这老东西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文征明的紫檀镇头，今天算开眼了。李叔，那我该怎么办？你等一下，我请2位权威专家过来进一步鉴定。喂，吴大师，我这里有一个文征明的紫檀镇纸，想请您过来长长眼。您看您有时间吗？文征明的紫檀镇纸，老李，你没开玩笑吧？没有开玩笑，真的是文征明的紫檀镇针。好，我现在就过去。丫头，稳住，人越多越好，人越多，今天这出翻身的戏码才越精彩。你记住，今天之后，全京城没人敢再笑你。可我这心脏快跳出来了，奶奶，万一有人看出我不懂行怎么办？有奶奶在，天塌不下来。少说话，多微笑，装高深。
听说这就是那方文征明阵帖，真的假的？顾家的丫头带来的，她不是不懂鉴宝吗？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宝贝？350万，我现金交易，现在就打款。顾小姐，这镇纸我要了。380万，马先生，这东西您就别跟我抢了，让给小弟如何？别急，这些人里有一半是来看热闹的，真正识货的人还没到，先出价的都是愣头青，后面的才是大鱼。两位别急，我再考虑考虑。诸位，顾家这位小姐的名声谁不知道？连真假翡翠都分不清。她说这是文正明的紫檀镇石，你们就信？万一是她和李掌柜联手做的一场局呢？我再考虑考虑。这镇纸好像是真的。不对不对，这包浆过于均匀了，天然包浆应该是由表及内，深浅不一的。诸位，我方才一时激动，看走眼了，这镇颠不是真的。这包浆虽像，但细看之下过于均匀，应该是近代仿制的，只是相似度比较高而已。诸位，赵总的势力在京城不小，谁都不想得罪他，要不咱们再从长计议。李叔，你也信不过我。是啊，顾家这丫头什么时候懂鉴宝了？前阵子还闹笑话呢，不会是合伙做局吧？想蒙我们这些买家？文征明的紫檀镇纸是传说级文房宝，这方镇纸能流传至今已属不易。我从事鉴定30年，不敢轻易下这个结论，年轻人谨慎为好。我看啊，这就是件做工精良的赝品。顾家小姐被人骗了，还想骗大家？诸位，别被这出戏给忽悠了。我早就说过，顾家这丫头懂什么鉴宝，连真假翡翠都分不清。就是嘛，一个连翡翠都看不明白的黄花丫头，怎么可能捡漏捡到文征明镇本？算了算了，别浪费时间了。房古玉撑死值几千块。我看啊，这就是件做工精良的赝品。诸位别被蒙了。顾之梅，你敢不敢让专家鉴定？让他闹，闹得越大越好。居然敢质疑我的眼光，我要让他吃点教训。行啊，那就麻烦李掌柜请秦老来长长眼。秦老是那个30年前封眼的秦墨舟，秦老来了更好，让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赝品。秦墨舟那是我堂弟，30年前我教他封眼修养，没想到他真封了30年。今天他来了，一切都好办了。秦老是奶奶的堂弟，这关系也太硬了吧？行，我这就去联系秦老。这镇典如果是真的，我赵某人心服口服；如果是假的，赵总，如果是假的，我顾之威从此退出鉴宝行，永不涉足。我敢这样说，赵总你敢吗？好，我和你赌。秦老，您来了。真的是秦老，活化石啊！30年了，秦老居然真的出山了。秦墨舟，鉴宝界公认的活化石，经他眼鉴定过的文物，没有1000也有800，从未走眼。假的。诸位听到了吗？秦老说是假的，我说什么来着？这就是件赝品。顾家小姐，你还有什么话说？这不可能，奶奶怎么会是假的？丫头别急，秦墨舟是我堂弟，他的本事奶奶最清楚。再等等，奶奶什么时候骗过你？顾小姐，鉴宝这行不是谁都能混的。今天秦老给你上了一课，回去好好反省。不过我劝你啊，还是趁早改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就是嘛，秦老都说是假的了，还有啥好谈的？回家吧。顾家这丫头完了，闹这么大一出，收场都难。透视眼不会骗我，奶奶更不会骗我，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衡山款记。这阵阵是真的。真的，秦老说是真的。文征明镇纸，顾家这丫头居然真的捡到了传说中的文征明镇纸。不可能，秦老，您再看看，是不是看走眼了？走眼？我秦墨豪封眼30年，今日出山，这方镇品证明衡山款记清晰可辨，这确实是文征明镇品的真品。赵总，你刚才立的誓可还作数？我赵某认赌服输，从此退出鉴宝圈。顾小姐，您这眼光简直是神了！100块买来的镇支，居然是文征明的紫檀镇支。这消息一传出去，整个京城鉴宝圈都要轰动啊！奶奶，我真的做到了，我真的做到了。顾小姐，3日后京城鉴宝协会举办春季珍品鉴赏会，老夫亲自推荐你参加，届时各路藏友都会到场，你可愿去？秦老，您亲自推荐我怕给您丢人。丫头，答应他，这可是扬名的好机会。哈哈，不会，老夫相信你的眼光。多谢秦老抬爱，知明定当准时赴会。丫头，睡不着？奶奶，秦老亲自推荐我参加鉴赏会。我现在虽然有了透视眼，但在那么多行家面前，我心里没底。怕什么？有奶奶在。记住，鉴赏会不只是展示，更是学习。多看多听，少说话。越是热闹的地方，越可能藏着被忽视的宝贝。被忽视的宝贝？奶奶，您是说明天鉴赏会上可能有捡漏的机会？聪明，那些老狐狸个个眼高于顶，越是破烂不起眼的东西，他们越不屑一顾。可恰恰是最不起眼的角落，才藏着真正的宝贝。明天你只管睁大眼睛，奶奶陪你一起找。奶奶，我明白了，明天我一定不丢您的人。顾小姐，久仰久仰，鄙人姓王，经营着城西的古玩铺子。您在聚宝斋那件事儿，整个京城都传遍了。秦老亲自鉴定为文征明的紫檀镇纸，这等眼光简直是神了。王老板过奖了，不过是运气好罢了。顾小姐太谦虚了，往后有什么好买卖，可别忘了提携鄙人呐。没想到才3天，一切都变了。3天前，这些人还在背后笑我是废物。怎么还真有人在鉴赏会上卖破烂的？等等，那堆旧书下面压着的破铜炉，上面飘着的数字是1800万，宣德铜炉，而且还是世代珍藏的传世珍品。老头儿，这破炉子锈成这样，还缺了个角，拿回去垫桌角都嫌脏。姑娘，这可是我爷爷那辈传下来的，你要是想要，30块拿走。10块，就这破铜烂铁，多1分我不要。行，10块钱给你了。哟，这不是顾家的鉴宝新星吗？放着正经藏品不看，跑来这破烂堆挑垃圾。那10块钱买这破炉子，顾小姐，您这眼光也太独到了吧！看来文生的紫檀镇牙纯属走云啊，连这种破烂都看得上。顾家废物果然名不虚传。丫头，别理他们，让他们笑，笑得越响，等会儿打脸越狠。顾小姐，您这品味可真独特，10块钱买对废铜，传出去别让人笑掉大牙。秦老，麻烦您老给长长眼，这炉子是我刚花10块钱买的，想请您鉴定一下，这破烂到底值几个钱？顾小姐，这炉子锈迹斑斑，还缺了一只角，你真要老夫鉴定这破烂？秦老，您老就受累看看，10块钱买的东西，万一捡着漏了呢？捡漏？顾小姐，
这破铜炉垫桌角都嫌矮，您还指望捡漏？别笑死人了！就是，刚才我们可看清楚了，就一堆旧书底下压的破烂，10块钱都买贵了。炉身铜质不对，这铜色。这些锈迹挡住了铜炉原本的底牌，底牌是大明宣德棉制。什么？宣德炉？错不了，风眼耳、桥形足、枣皮红底色被锈质掩盖，这是宣德朝的真品铜炉。我研究宣德炉50年，还没见过这等品相的。大明宣德炉，10块钱买的。顾小姐，这宣德炉您有意出手吗？我千禧拍卖行出价2000万，现金转账，现在就打款。2000万，10块钱买来的破铜炉，转眼值2000万。谢谢钱总，不过这炉子我刚入手，还没焐热呢，暂时不打算出手。怎么样，丫头？10块钱买的宣德炉，转手就有人出2000万，让他们笑。现在知道谁才是笑话了吧？奶奶，我真的做到了。被嘲笑的时候，我差点就放弃争辩了。但您说的对，真正的宝贝从来不需要自己辩解。丫头，这才是真正的鉴宝师，眼光毒，定力足，心性稳。奶奶，我不会让您失望的。丫头，奶奶有件事要你跑一趟。奶奶您说。当年我有个老姐妹叫孙淑芬，年轻时我们一块儿学鉴宝，交情深得很。后来她嫁去了城南，临了我走之前，有一批老物品不便带在身边，便寄存在她那儿了。老物品？什么老物品？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现在去城南找她，把我寄存在那儿的东西取回来。地址是槐树胡同3号院，去了提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好，我这就去。请问孙淑芬孙婆婆是住这儿吗？你谁呀？找我妈干嘛？我是秦墨兰的孙女顾之薇，我奶奶生前有些东西寄存在孙婆婆这儿，我来替她老人家取回去。哎呦，你来晚了，我妈去年就走了。她走之前倒是提过，说有个老姐妹叫秦墨兰的，留了一箱东西，那箱子就在屋里搁着呢。淑芬走了，丫头，进去看看东西还在不在。孙婆婆走了，那麻烦您带我去看看那口箱子吧。顾小姐，你看这箱子我替你奶奶保管了这么些年，没动过里面一样东西。你现在说要拿走，我这心里还真有点空落落的。你看，是不是该表示表示？这箱子就是我奶奶寄存在这儿的东西。对对对，就是这口箱子。我跟你说，这箱子在我家搁了，少说也有5、6年了。占地方不说，我还得时不时给它擦灰扫尘，生怕受潮发霉。你说我容易吗？我丫头，这马婶是个贪财的蠢货，她想坐地起价，你别上她的套。顾小姐，你看啊，这箱子我替你奶奶保管了这么些年，没功劳也有苦劳吧？你是不是该表示表示？表示什么？保管费呀！这么多东西放我家，占地方招蟑螂，还费我功夫收拾。你既然来取了，怎么着也得给点辛苦费吧？辛苦费？这些东西本就是我奶奶寄存在孙婆婆这儿的。孙婆婆是我奶奶的老姐妹，老姐妹之间帮个忙还要收钱？哟，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妈是我妈，我是我妈答应的归她答应的。现在东西在我手里，我替她保管了这么多年，要点辛苦费不过分吧？既然你们不想给，那就算了。反正这箱子里头也没什么值钱的好东西，我不要了。哎，别走啊！有话好商量嘛。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给个2000块意思一下，我就当交个朋友。箱子你拿走，别走，1500，
就1500行了吧？你把钱给了，箱子马上搬上车。你想清楚了，1500不带反悔的。想清楚了，想清楚了，就1500，但你得现在付款，现金。哎呦，顾小姐，你可真是痛快人，一点不含糊。顾小姐，箱子我帮你搬吧，这老樟木可沉着呢，你一个小姑娘搬不动。不用。行，不用就不用，顾小姐慢走啊。以后有啥老东西想寄存、想保管，尽管来找我，我这儿便宜又省心。下次再来啊，欢迎常来。帮我拉个箱子去聚宝斋，钱我给你。姐，麻烦您了，就是这个箱子。嗯。丫头，刚才做的真漂亮，那马婶一上来就想讹你，你沉得住气，不慌不忙，把她拿捏得死死的。奶奶，她也太过分了。孙婆婆跟你是一辈子好姐妹，她一去世，她儿媳就把你寄存的东西当摇钱树，张口就要保管费，太不讲情分了。人心就是这样，利益面前，情分不值钱。你以后在古玩圈见得多了就习惯了。我就是觉得寒心，孙婆婆多好的人啊，她儿媳怎么能这样？别气，你没吃亏，这箱子里的东西比你想象的值钱多了。奶奶，这个箱子里真的有很多宝贝。那可不，我秦墨兰的东西能是普通货？当年寄给淑芬，就是怕弄丢，件件都是好东西。那里面到底是什么？很值钱吗？等回聚宝斋你就知道了，保管你吓一跳，赶紧回去让李老头也开开眼，他肯定羡慕死。好，我现在就回去看看奶奶藏了什么宝贝。我的老天奶啊，好多灵啊！李叔，麻烦您过来长长眼。顾小姐，上次那镇真的事还没消停呢，整个京城都在传你的名号。李叔，先不说那些，您先看看这个。普通的清代摹本值个几百块，民国时期的仿品不值什么钱。李叔，那几件是我觉得有些眼缘的，您给瞧瞧。这笔，立方，了不得，了不得，这绝非普通之物。李叔，您怎么了？这砚台有什么问题吗？顾小姐，您知道这方砚台是谁制的吗？李叔，您别卖关子了，这砚台到底什么来头？方杰，清代康熙年间的传奇女镜人，制砚技术登峰造极，传世之作极少，每一方都是文房珍宝。你这一箱收来的旧物里，藏着一方方杰的砚台。真的？那我这是捡了天大的漏。丫头，奶奶早就跟你说过，当年我寄存在孙淑芬那儿的东西，岂能是凡品？这笔，让我再看看。
口里面。李叔，您发现什么了？大明宣德年制，这是明代宫廷御用之物。宣德一朝的狼毫笔，用的是塞外进贡的上等黄狼尾，专供内廷书房使用。宣德御用，这比我想象的还要惊人。令方，清出名震一方的方，这镇池是他的随身旧物。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方杰的砚台，宣德的御笔，立方的镇亭，3件稀世珍宝竟藏在同一箱旧物中，这绝非巧合，这一定是某位清代藏家的精心收藏。1500换来3件稀世珍宝，这笔账怎么算都值。李叔，箱子里还有不少东西，您再看看。对，说不定还有更大的惊喜。秦老，您来的正好，快来看这3件宝贝。哦，让我看看。方节制，真朴无疑。这方砚我估价280万。大明宣德年制，宫廷御用，这支笔至少150万。方旧物，传世稀少，70万。加上箱中其他绫夺文房，也有几十万的价值。这一箱东西总价值近500万。500万，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虽然早就知道了这些东西的价格，但是还是有一点点震惊了。紫薇啊，这3件宝贝凑在一起，绝非偶然，很可能是某位清代藏家的精心收藏，连箱子带物一并传了下来。你能发现他们是缘分，也是眼力。这种成箱的精品在市面上极为罕见。顾小姐，您这运气简直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这箱子是我奶奶生前寄存在她老姐妹孙淑芬孙婆婆那儿的。孙婆婆已经过世了，她儿媳马婶保管着这口箱子，还狮子大开口索要保管费，我花了1500才取回来。好，知为有良心。鉴宝这一行，眼光重要，信性更重要。你奶奶秦墨兰当年也是这般厚道，你果然是她的后人。秦老，您看这里，这砚池底部怎么有条缝？这是夹层。这缝隙封得极细，稍有不慎，便会毁了整方砚台。真的有夹层。这是立方的真迹小品，早年手笔。立方的真迹藏在砚坛夹层里，这清代藏家也太有心了，把画藏进砚中，这是何等的真爱！金陵旧藏，见者得缘。这是某位清代藏家留下的秘籍，他将心爱之物藏入砚中，等待有缘人日后开启。知薇，你就是那个有缘人。丫头，有些宝贝等的就是有心人。不对，这笔杆是中空的，里面有东西。
6000万，中空笔杆里藏着什么？奶奶，6000万的东西，这些东西你到底从哪里来的？紫薇，奶奶要是说奶奶当年也不知道这里面还藏有一个6000万的东西，你相信不？这笔杆里藏的恐怕是比方方真挚还要惊人的东西。明代宫廷御用的笔杆中空藏物，这等手法绝非寻常。切开看看。上面刻着东宫图书。东宫图书，这是明代太子东宫的藏书印。老夫活了80岁，只在史料中见过记载，从未见过实物。秦老、李叔，这些东西是我奶奶当年寄存在她老姐妹孙淑芬那儿的。孙婆婆已经过世了，要不是她帮奶奶保管了这么些年，这些宝贝恐怕早就流落在外了。好，知微有良心。鉴宝这一行，眼光重要，信性更重要。你奶奶秦墨兰当年也是这般厚道，你果然是她的后人。秦老，我已经联系好千亿拍卖行，这批珍宝将进行专场拍卖，让更多人看到它们的真正价值。好，有远应。这些宝贝落在你手里，是你奶奶的福气，也是他们的福气。奶奶，这批东西终于要重见天日了。孙婆婆帮您守了这么多年，虽然她走了，但她一定也希望这些宝贝能找到真正懂得珍惜它们的人。淑芬是个厚道人，当年我落难时，她帮过我大忙。她走了，这些东西由你来传承，也是了却了我一桩心愿。奶奶，我已经联系好千禧拍卖行，这批珍宝将进行专场拍卖。我打算把拍卖所得的一部分以孙婆婆的名义捐出去，帮她修坟积积德。好丫头，有良心。你这样做，淑芬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奶奶，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这批宝贝一定会让他们焕发应有的光彩。东宫家书金印，明代太子东宫藏书印，存世孤品，现在竞价3000万、3800万、4200万、4800万、5500万、5500万了！天哪，一枚小小的金印，竟然能拍到这种天价！丫头，稳住，这才哪儿到哪儿。奶奶当年经手的宝贝，哪一件不是轰动全城的？你这才刚开始呢，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5500万第一次，5500万第二次，6200万。6200万，这位先生出价6200万，还有更高的吗？6200万第一次，6200万第二次，6200万第三次，成交。诸位，接下来这件拍品，立方早年微型山水画，从清代藏家精心保存的砚台夹层中出土，薄如蝉翼，却气象万千，真挚无疑。起拍价500万、 600万、 800万、 2000万、 3500万、 3600万、 3600万第一次，3600万第二次，3800万、 3800万。这位女士出价3800万，还有更高的吗？3800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成交。6200万加上3800万，整整1亿。我从那个人见人笑的废物，变成了身家过亿的鉴宝师。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奶奶，我做到了。我从那个人见人笑的废物，变成身家过亿的鉴宝师了。以前
二叔说我是顾家百年难遇的废物，说我连翡翠和玻璃都分不清。那时候我躲在房间里哭了一整夜。现在，全京城都在说顾之薇是鉴宝界的新星，说我有奶奶当年的风范。奶奶，您听到了吗？之薇妹妹，你可真厉害！姐姐，我早就说你不是一般人。你看，这才多久啊，就成了全京城最红的鉴宝师了。小时候我不过是打碎了一只瓷瓶，他就说我是个败家子，只会给顾家丢人。志薇啊，二叔以前说话不过脑子，你别往心里去。你看，咱们毕竟是一家人，往后有什么好事儿，可得带着二叔一起啊。二叔、堂姐，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倒茶。这俩人无事不登三宝铃，八成是冲着你刚到手的那笔钱来的。二叔、堂姐，茶是上好的铁观音，你们尝尝。志薇啊，二叔就直说了，你堂姐小林最近谈了个男朋友，对方家里是做生意的，讲究门当户对。二叔想给她陪嫁一套像样的首饰，撑撑场面。那是好事啊，恭喜堂姐。志薇妹妹，你现在身家过亿了，随便露一点出来就够姐姐风光出嫁了。咱们是一家人，你不会不帮吧？堂姐，我的钱每一分都是凭眼力挣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你说要我露一点，是多少？不多不多，500万就行。二叔知道你刚拍卖了一大笔，这点对你来说9牛1毛。二叔，500万不是小数。当年您说我连翡翠和玻璃都分不清，是顾家百年难遇的废物，那时候可没人想过要露一点。志薇，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二叔那时候糊涂。二叔、堂姐，茶凉了，我工作室还有事，就不留你们吃饭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暴发户？小林，走。奶奶，我这样做是不是太狠心了？狠什么狠？对这种势利眼就得硬气。丫头，记住了，钱是你的底气，但骨气才是你的根。奶奶，怎么回事？为什么数字在闪？因为这件东西的气息被封住了，你的透视眼只能看到表象，看不透内里。奇怪，明明透视眼能看到数字，却看不真切，这到底是什么来头？丫头，是时候了。是时候？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你。以前的你只会依赖透视眼看数字，遇到看不透的东西就慌神，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可如今不同了，你会自己查资料，会反复推敲，会对拿不准的东西心存敬畏，这才是真正的鉴宝师该有的心性。透视眼只是入门，真正的鉴宝泰斗靠的是指尖通灵。指尖通灵，手指触碰古董时，能感知到器物中沉淀的记忆，烧制时的窑火温度，辗转流传的脉络轨迹，甚至被人为做旧的痕迹。这是奶奶纵横鉴宝界一辈子第2项成绩。现在，我决定把它传给你。闭上眼睛，把手给我。奶奶，好烫！忍住，别动，让气血走遍你全身的经脉。奶奶，我试试。试试。我看到了，一个老匠人在窑前烧东西。这就是指尖通灵，器物会告诉你它的来历。是方杰，他在做砚台。指尖通灵和透视眼相辅相成，眼睛看价值，手指读历史，二者合一，才是真鉴宝。
原来如此，难怪李叔说是仿品，原来是民国时期的。但这仿品也有近100年的历史了。丫头，悟性不错，不止尖通仅能辨真伪，还能读年份。你感觉到了吗？那支笔屑上的气韵虽然浅，但也有近100年的沉淀。奶奶，这扇子透视眼看不到数字，可我觉得它不对劲。用指尖通灵试试。徐碧辉，这是徐碧辉的手机。好丫头，扇面是徐碧辉的真迹，但被人用一层普通的水墨覆盖住，所以你的透视眼看不到数字，指尖通灵却感知到了底下那层真正的墨韵。透视眼看的是价值，可如果宝贝被人故意隐藏了，数字就显示不出来。指尖通灵却能感知到器物的记忆，不管表层怎么伪装，内里藏的东西都瞒不过手指。这本贴好冷，那是从墓里出来的东西，带着阴气。翻开封面看看。里面还藏着东西。丫头，指尖通灵和透视眼是双保险，透视眼看到价格，通灵感知来历，二者互相印证，才能不被人做局蒙骗。奶奶，我明白了，这2项本领不是互相替代，而是互相补充。明天去鬼市，你就带着这2本本事，让奶奶看看你真正的长气。鬼市果然名不虚传，10件里9件半是假货。丫头，别光用眼睛，指尖通灵也用起来，双管齐下，才能不漏掉真正的宝贝。奶奶，这是什么情况？你把画轴盒拿起来看看就知道了。老板，这个画轴盒多少钱？5000，这可是清末的楠木画轴盒，值钱着呢。原来是这样，是幅画值3个亿。老板，这里面怎么还有一幅画？哦，这是我从家里随便拿的，假的不值什么钱。你要是想要的话，一起拿走就行，送你了。真的吗？那太谢谢你了，老板，我现在就付钱。这姑娘莫不是脑子有点问题？捡到一幅假画还能这么开心？丫头，可以呀，陵园购了这幅价值3个亿的齐白石真迹。哎，姑娘，我看你手里的这个画轴盒挺不错的，你多少钱收的？我再给你加点，你卖给我呗。这人莫不是看出来了我的画是齐白石真迹？你只要这个画轴盒？当然了，那画轴盒可是清末的楠木画轴盒，难不成我还要你手里那幅假画？就那样的假画，倒贴给我钱我都不要。这样吧，我给你7000，你把画轴盒卖给我。大傻子，齐白石的真迹不比你那什么清末的画轴盒值钱。好呀好呀。哼，这小姑娘怕不是个傻子，一副假画当个宝贝似的揣怀里。姑娘，等一下。姑娘，你为什么不要那个价值更高的画轴盒，而要这幅没人要的假画？啊？我就单纯感觉这幅画和我有缘。怎么感觉他手里的那幅画哪里有点不对劲呢？姑娘，等一下。冒昧的问一下，我感觉你手里的这幅画不像是假的，能否给我看看？你是内行人，算是吧。我叫沈青瓷，家里经营了一个拍卖行，珍宝阁就是我家的。我看你对这个画很是宝贝，里面难道有什么门道？稳住，
别露馅儿。沈小姐说笑了，我就是看她对眼缘，别的话太花哨了。这个朴素，最重要的是她不要钱，我拿回家自己挂着玩，能有什么门道？姑娘不必防备，珍宝阁3代经营私人博物馆，我见过的老物件，少说也有万件。方才你明明对那画轴盒不屑一顾，却独独选中了幅别人都嫌弃的假画。丫头，这沈青瓷来头不小，珍宝阁是京城最大的私人博物馆，他既然主动示好，不妨看看他想做什么。但画轴盒里的秘密绝不能漏。沈小姐好眼力，不过这幅画我确实只是当普通画买的，想着挂在家里好看而已。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手里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宝贝，珍宝阁愿出高价收购。只要是真东西、好东西，我绝不回口。来了，老板，刚才那个楠木画轴盒呢？卖了，刚被一个女孩买走了。那里面那幅画呢？那幅假画也被那个女孩捡走了。这位小姐，那幅画让给我吧，我出1万。抱歉，这幅画我已经买了，不卖。2万！2万就想买走价值3亿的宝贝，不卖。不识抬举，一幅高仿画当成宝贝揣着。姑娘果然非同一般，2万都不动心，说明这幅画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沈小姐，今天还有事，改日再聊。奶奶，里面到底是什么？3亿，我简直不敢想。别急，先不用拆开，用指尖通灵再探一次，看看能不能感知到更多的细节。这幅画居然真是齐白石的真迹？没错，刚刚那个盒子本身不值钱，值钱的是里面的东西。顾小姐，我刚刚注意到那个画的色彩有点不太一样，很像齐白石大师那幅双菊。您真的不能把这幅画给我看一眼吗？沈小姐，你一直跟着我，还对我的东西那么好奇，你到底想干什么？没有，姑娘你别误会，我没有恶意，我只是觉得你眼光有点独特，感觉不像是普通人。方便告诉我你叫什么吗？我叫顾之薇。顾小姐，你就是前段时间在千禧拍卖行拍出文征明的紫檀镇鼎和明代东宫金印的鉴宝新星顾之薇吧？沈小姐过奖了，那2件东西不过是我运气好，捡了个漏罢了。我当时就在拍卖厅现场，亲眼见证了那2场轰动京城的拍卖，一枚金印拍到6200万，一幅微型山水画拍到3800万，整个京城鉴宝圈都在传你的名号。让沈小姐见笑了。我当时就是想去见你，但是由于工作原因耽误了，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见你了。不过我仔细看过那盒子，木料是寻常楠木，工艺粗糙，表面没有任何雕刻纹路。倒是你刚刚手里的那幅画，色彩很是奇特，这里面难道真的有什么玄机？我也不太确定，但是我总觉得这幅画它值3个亿。3个亿？顾小姐，你就别开玩笑。哟，知薇啊，听说你随便捡了一幅别人不要的画，还当宝贝似的揣着。你是嫌我们顾家的脸被你丢的还不够吗？二叔，如果我说这幅画值3个亿呢？3个亿？顾小姐，你是想钱想疯了吧？这样的破画我家还有好几幅呢，50块一幅全卖给你。什么鉴宝新星，我看就是炒作。镇日是金手指，宣德炉是碰运气，这次居然敢吹3亿！一幅破画值3亿，那我家那些画岂不是能值10亿？二叔，我买的东西值不值3亿不劳您操心。您要是真有眼光，当初也不会把奶奶的真迹当赝品卖了。知薇啊，二叔越想越觉得好笑。一幅破画值3亿，你要真有这本事，
二叔当场给你磕3个响头。二叔此话当真？当然当真。如果这里面的宝贝价值不低于3亿，二叔我不光磕3个响头，还出3亿2千万买下它。多出的2千万算我给你赔不是。但如果是假的，或者不值3亿，知伟，你就倒给我500万，当做你给二叔的孝敬钱，怎么样？这老东西好大的口气，3亿2千万，他拿得出来吗？顾小姐，这幅画表面看，一看确实普通，万一是假的，200万可不是小数目。是啊，3亿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二叔，这3亿2千万，您拿得出来吗？你管我拿不拿得出？我顾明远在京城混了这么多年，人脉广得很。你要是赢了，我砸锅卖铁也给你凑齐。行，那我换个条件，如果这幅画值3亿，我不仅要您的3亿2千万，我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当着全城人的面，承认自己走了，承认我顾之梅不是废物。好，一言为定。我的透视眼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3亿的数字，指尖通灵，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夹层中那幅画的温润气韵。这赌必赢无疑。我这就去联系秦老，当着全城人的面儿，让大家都看看你这个鉴宝新星的真面目。我倒要看看这破烂画怎么值3亿。今天要是假的，顾之薇，你可就身败名裂，以后京城再无你立足之地。这破画能值3亿，我看顾小姐这次是看走眼了。就是，还真把自己当大师了。鬼市捡破烂也叫本事？哼，要是输了，200万可就打了水漂喽。秦老，麻烦您长眼看一下这幅画。丫头，稳住，别慌，真金不怕火炼。画的墨色看似普通，细看之下，笔法老辣，笔锋顿挫，是名家手手。哼，秦老，您老别被人蒙了，什么名家手笔，就是地摊货，糊弄外行。就是，赵总说的对，顾之薇就是想靠炒作博眼球。再看纸，是清代老纸，历经100年，纹理清晰，无做旧痕迹。纸是老的，画就是真的。现在造假技术多厉害，随便都能仿到9成像。丫头，你真敢赌？我顾之薇从不开玩笑。好丫头，有骨气。真迹，这是齐白石晚年真迹，价值至少3亿。真迹，齐白石晚年巅峰之作《双巨图》，1937年原作，保守估价3亿。3亿，真的是3亿！顾小姐鬼市捡漏，捡出天价画作。之前还嘲讽她炒作，现在脸都打中了，这才是真正的鉴宝天赋。秦老，您没看错吧？这明明就是一幅破画啊！会不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这画背面的款式、朱砂印
无一不是齐白石晚年的真迹特征。笔法老辣，墨色层次分明，只是清代老纸，这些都是铁证。二叔，当众立下的赌约，你没忘吧？3亿2千万，外加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我顾之威不是顾家废物。之威，我可是你二叔，一家人何必做得这么绝？3亿2千万不是小数目，二叔一时半会儿拿不出，咱们可以商量。二叔，是您自己说，如果画值3亿，您不仅当众磕头，还出3亿2千万买下它。现在我不让您给我磕头了，您就把约定好的3亿给我就行了。那2000万就当我孝敬您的。顾小姐眼光冠绝京城，这等眼力，别说顾家，整个鉴宝圈都少见。顾二叔，愿赌服输才是君子所为。我认栽，你不是废物，是我有眼无珠。3个亿，我会让人打到你的账户上的。奶奶，你会不开心吗？二叔是您的儿子，是我的亲叔叔，我却为了一个名声和他斗来斗去。傻孩子，你二叔早已忘记了我们顾家的家训，偏离了鉴宝人的初心。他现在眼里只有名声和钱，早已不适合当顾家的掌权人。奶奶不会怪你，奶奶希望你能代替奶奶重振顾家。奶奶，谢谢你，谢谢你回来帮我，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丫头，透视眼和指尖通灵是你的利器，但利器用不好，反而会伤了自己。今天齐奶奶要教你藏风之道，这是奶奶纵横鉴宝界一辈子的生存法则，是保命的秘诀。藏风之道，鉴宝这一行，树大招风，藏风就是在该露的时候露，该藏的时候藏。有时候明明看出了是真品，也要装作不确定；有时候明明看出了是赝品，也不要当众揭穿。奶奶，我明白了。就像二叔这件事，如果我当众揭穿他太多，他就会疯狂报复。聪明。所以今天我要教你如何在看穿一切的同时，装作什么都没看冲。这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先看这只青铜蕨，用透视眼看。80万，不错，但你再看它的气运，用指尖通灵。这是……这是明代的宫廷御用之器。对。但你知道吗？这蕨身上有一道暗伤，是被修复过的。你指尖通灵感知到的气域中，有没有发现一丝不连贯？发现了，在画面的边缘有一丝断裂感。这就是修复的痕迹。真正的高手不仅能看出真假，还能看出这件东西经历了什么，这才是鉴宝的至高境界。丫头，你要记住，每件古董都有自己的故事。顾小姐，有人送了一件东西来，说要请您长眼。送东西的人很神秘，放下东西就走了，连姓名都没留，只说请您务必亲自过目。
李叔，这镜子有问题。什么问题？我看着挺古朴的，龙凤纹饰，工艺也不错。这背面的云雷纹虽然古朴，但纹理过于规整。古代的铜镜都是手工铸造，纹路不可能这么完美。这面镜子值个3、5千，送铜镜的人来，8成是来试探我的。顾小姐，您是说有人故意拿假货来试探您？8成是我二叔，他输了3个亿，不甘心啊。李叔，把这镜子退回去，就说这铜镜是晋 C 高仿，让送镜子的人知道我顾之薇的眼睛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好啊，说得好，不愧是秦墨兰的孙女。秦老，你就别打趣我了。好，之薇啊，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1年1度的鉴宝新秀赛就要开始了。这是京城鉴宝界最重要的赛事之一，获胜者将获得金童称号，成为公认的鉴宝新星。鉴宝新星，要是我能去参加这个新秀赛就好了。之薇，老夫已经替你报名了，这次新秀赛是你彻底扬名的好机会。拿了金童称号，以后在京城鉴宝圈，你就是响当当的人物了，各大家族都会高看你一眼。真的吗？可是我怕给您丢人。之薇，以你的实力，这次比赛不过是走个过场，金童称号非你莫属。那些年轻选手谁能跟你比？你就当是去露个脸，放松一下。丫头，别紧张，新秀赛不过是小场面，有奶奶在，你闭着眼睛都能赢，就当是一次练习，放松心态，正常发挥就行。好，我一定不会给大家丢脸的。此次比赛分为3轮，辨真伪、断年代、估价值。第1轮辨真伪，每位选手面前有10件器物，需在半炷香内辨别出真伪，并写下理由。赝品，伪造痕迹明显，化学墨水、纸张漂白过度，又是工业手段。时间到，请交卷。这丫头的答案简直神了！7件赝品的破绽，每一处都写得清清楚楚，连我们做评委的有些细节都没注意到。此女眼光之毒，心性之稳，实属罕见。顾家出了这么个后人，真是祖上积德。第1轮，顾之薇满分晋级。怎么可能？第2轮开始，每位选手面前只摆了一只残破的陶片，请判断此陶片的年代，并说明理由，实现1炷香。这服饰不是先秦的，是汉代的。这陶片表面的土青是真的，但底层是汉代仿先秦的，好高明的手段，差点就被骗了。表面为先前土青，实则为汉代仿制品，价值3万。判断正确，这陶片确实是汉代仿品，连许多老鉴定师都容易误判。顾之薇满分晋级。第3轮估价值是决赛环节，3件器物，选手需要准确估价，最接近真实市场价值的获胜。决赛开始，请3位晋级选手上前。第1件，请估价。180万。200万。真实成交价
182万，顾之威最接近。琴内有夹层，但这琴的整体价值确实是500万，夹层里的东西不计入表面价值。500万，480万，真实成交价500万，顾之威再次最接近。数字在闪，奶奶说过，数字闪烁说明这件东西有问题，气息被封住了，让我用指尖通灵再确认一下。这花瓶是假的，瓶身是清代官窑的素胎，但表面的景泰蓝釉是民国时期后加的，属于真胎假釉，所以整体实际价值20万。顾之威说的对，这件花瓶确实是清代官窑的素胎，但景泰蓝釉是民国时期后加的。我们特意设置了这道陷阱，没想到被你识破了。本次鉴宝新秀赛冠军是顾之威，金童称号归他所有，3场比赛场场满分，这是新秀赛举办以来的最高峰。丫头，你做到了。从今天起，全京城都知道你是金童顾之威，奶奶为你骄傲。奶奶，金童称号虽然荣耀，但树大招风，二叔那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丫头，你能想到这一层，说明你真的长大了。金童称号会给你招来无数双眼睛。后天的家族大会是你爷爷留下的规矩，每年一次，你二叔一定会借机发难。奶奶，我准备好了，不管二叔耍什么花招，我都接着。好，家族大会上，你记住你是秦墨兰的孙女，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多用脑子，少用脾气。极品帝王绿，哟，这不是咱们顾家的金童吗？听说最近发了大财，连你二叔都不放在眼里了。金童称号了不起呀！三哥这话说的，人家现在身价几个亿，哪还把咱们这些穷亲戚放在眼里？咱们这些老骨头，人家根本看不上。三叔四姑说笑了，之威能有今天，全靠各位长辈的栽培。金童称号不过是虚名，之威不敢骄傲。今天的家族大会，咱们顾家有一个老规矩，每个人都要带一件自己最近收来的宝贝，让大家品鉴品鉴。之威啊，最近收了什么好宝贝啊？拿出来让各位长辈开开眼呗。对呀，金童肯定收了不得了的宝贝，快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该不会是什么都没带吧？也是，人家现在是大忙人，哪把家族大会这点小事儿放在心上？之威，你该不会真的什么都没带吧？这可是家族大会的规矩，你身为顾家后人，连祖宗规矩都不放在眼里。二叔说笑了，之威虽然没有带东西来，但却在咱们家里发现了一件好东西。什么好东西？就在老宅门口的观景水池里，有一块极品帝王绿。顾之威，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极品帝王绿，那石头在池子里泡了，少说也有10几年了。要真是宝贝，早就被人发现了。就是金童，该不会是眼神不好，把一块破石头当成宝贝了吧？二叔，既然大家都觉得那是块废石，不如就让人把它搬出来，当场切开看看。
如果真的是废石，知微甘愿受罚。行，就按你说的办。来人，去把那破石头给我搬进来。哎呦，臭死了！这就是你说的宝贝？知微啊，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见什么都是宝贝。顾知微，你当着全家人的面闹这么一出，要是切出来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说？如果切出来什么都没有，知微愿意将最近拍卖所得的一半上交家族公库，作为对各位长辈的孝敬。这可是你说的。但是如果切出来有东西，而且是真宝贝，二叔就把顾家的掌家权交给我，怎么样？哈哈哈哈哈！一块破石头还想切出宝贝？行，我答应你切。顾二爷，从哪儿切？随便切。一块破石头还讲究什么？从中间一刀两断。师傅，请从这个位置切，偏左3寸，斜着下刀。哼，装模作样。行，就按他说的切。这不对啊！怎么了？二爷，里面有东西。师傅，继续切。这是极品帝王绿。不可能，帝王绿还是极品，这得值多少钱啊？一块破石头，那块在池子里泡了10几年的破石头，里面居然藏着极品帝王绿。二叔，您刚才说什么来着？行，给你掌家权，给你掌家权又能怎么样？谁会真的听一个黄毛丫头话？真的是笑话。奶奶，那块石头真的切出了极品帝王绿。丫头，奶奶什么都没做，是你的透视眼看穿了表象。我也只是进门时随意扫了一眼，看到上面有数字，但不确定是什么。没想到居然是极品帝王绿。这就是天意。你二叔本想设局让你难堪，结果反倒成全了你。奶奶，我准备好了，不管二叔耍什么花招，我都接着。但你二叔吃了鳖，一定会更加疯狂地报复你。你以为他今天当众丢脸，会善罢甘休？二叔这个人，确实不会甘心。从今天起，全顾家上下没人再敢质疑你的眼力，但这也意味着你二叔会把你看成最大的眼中钉。我不怕他。有骨气，奶奶要教你更厉害的本事。什么本事？望气之术。望气之术，透视眼看价值，指尖通灵读历史。望气之术则是感知危险。感知危险，能让你在被人做局、被人跟踪、被人暗算之前，提前察觉到危险的气息。这么厉害，这才是保命的绝技。你二叔阴险狡诈，防不胜防，光靠眼力和通灵还不够。奶奶，我学。好，望气之术讲究心静如水，感知天地万物之气，人的善恶，物的真假，局的深浅，皆有气息可循。那我该怎么开始？就从这祠堂开始。你闭上眼睛，感受这祠堂里的气息。我感受到了，供桌上有股陈旧的气息，烛火是热的，香菱是凉的。不错，初步的感知已经有了，但这只是死物的气息，活人的气息更加复杂。活人的气息？你二叔身上有一股阴鸷之气，李掌柜身上有圆滑之气，秦老身上有浩然之气。每个人每件物都有独特的气息，所以望气之术就是学会分辨这些气息。分辨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
当你感受到危险气息逼近时，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我明白了。奶奶，我认真考虑过了，我打算独立开设属于自己的鉴宝店铺，脚踏实地，一步步用心经营，稳步打磨口碑，打造出独属于我自己、立足于古玩圈的专属鉴宝品牌。丫头，你有这份心思和本事，早就该踏出这一步了。凭你的能力，完全撑得起一家正经鉴宝老店，更能做好一个专属品牌。我不想一直依附聚宝斋，也不想活在顾家光环下。我想靠自己，把您教我的本事传下去，让大家知道，鉴宝靠的是真才实学，不是运气。你的想法很正，守得住本心，方能行稳无远。品牌就定名知微堂，既贴合你的名字，也暗含洞察向微、见微知著的鉴宝真谛，契合行业内核，雅致又有底蕴。知微堂，真是个雅致大气又贴合我本心的好名字。奶奶，有了品牌和定位，那我接下来该按照什么步骤稳步落地，推进店铺开业事宜？先定地址，要在古玩街核心地段，人流旺，名气足，再备货源，找靠谱供应商，最后敲定合作商，负责宣传和渠道。我都明白了，我现在就着手对接场地，联系此前结识的靠谱供应商和合作渠道，加快推进各项事宜，尽快让知微堂正式落地开业。去吧，大胆放手去做，奶奶永远在你身后护着你，遇事不必慌乱，脚踏实地，稳步前行就好。知微来了，稀客稀客，最近都少见你过来走动。李叔，秦老，我今天过来是专门跟两位说一件事。我打算独立开设一家自己的鉴宝店铺，定名为知微堂。目前门店已经全部装修完工，再过2日就正式开业了。好，这绝对是大好事儿！以你的鉴宝本事和过人眼力，开设知微堂绝对能站稳脚跟，做大做强。怪不得最近都看不到你的人影，原来是悄悄筹备事业，闷声干大事儿啊！你早就该自立门户，独当一面了。你深得你奶奶的毕生真传，功底扎实，心性沉稳，有这般过硬的实力，知微堂的起步根基远超同行，未来的发展绝对不可限量。多谢秦老提点，我今天来是想请两位帮衬一把。李叔您在古玩圈人脉广，秦老您声望高，知微堂刚起步，还得靠两位多指点多引荐。没问题，咱俩什么关系？古玩街的场地我帮你挑最好的，靠谱的货源和老客户我帮你牵线，宣传也包在我身上。我也支持你，知微堂开业，我亲自到场站台。鉴宝协会那边我帮你打招呼，以后协会的珍品资源优先往你这边倾折。谢谢李叔，谢谢秦老，有你们帮忙，我心里踏实多了。不用跟我们客气，你是墨兰的孙女儿，又身怀金童绝技，是古玩圈难得的好苗子，扶持你，成全你，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安心好好筹备开业事宜，不用急于一时，稳扎稳打即可。后续经营，但凡遇到任何难处、任何阻碍，随时来找我们。喂，顾总，出大事了！我们之前敲定的所有供应商刚刚集体打来电话，单方面宣布取消和我们的全部合作，同时几位已经初步达成意向的投资商也纷纷致电撤回了投资。什么？怎么会这样？
什么事了？我们对接的玉石、古董配件供货商，还有提前谈好的宣传渠道合作商，全部临时反悔，终止了所有合作。全都临时反悔？这事儿太蹊跷了。各行各业的合作商同时解约，根本不可能是巧合，绝对是有人在暗中针对你。我也觉得事有蹊跷。之前所有合作都洽谈顺利，各项事宜全部敲定，没有任何矛盾。偏偏在我筹备开业的关键节点集体变卦，明显是有人刻意针对。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京师古玩圈能有这么大能量，让所有供应商、合作商集体封杀你的，除了你二叔顾明远，没别人了。肯定是我二叔，他输了赌约，丢了掌家权，果然不肯善罢甘休，竟然用这种手段卡我脖子。他以顾家名义施压，那些小商家不敢得罪顾家，只能得罪你。他就是想让你开不了店，逼你低头。他想逼我放弃，没那么容易。知微堂我开定了，就算没有这些供应商，我也能想办法解决。秦老，您怎么来了？硬抗不是办法，当务之急是找突破口，打破它的封锁。京师要举办国际玉石鉴赏大会，你知道吗？我略有耳闻，听说这是目前玉石古玩行业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顶尖盛会，汇聚了无数行业大佬。没错，而且这一届的大会模式十分特殊，不再是成品品鉴，而是直接在原生矿区举办，全程现场挑选未开窗的原生矿石，比拼最真实的鉴识眼力。那大会在原生矿区办，没有加工，没有伪装，全靠眼力挑矿石，谁开出品质最好的料子就是冠军。而且会来很多全国乃至国际的大供应商、投资人。天无绝人之路，这就是你摆脱困境的最佳突破口。顾明远只能靠着顾家的势力封锁京师本地的小商家、小渠道，却根本没有能力压制全国乃至国际的顶尖投资商和大型供应商。没错，只要我在大会上拔得头筹，开出顶级玉石，那些大投资商、供应商肯定抢着跟我合作，到时候顾明远的封锁不攻自破。但你二叔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他得知消息一定会去现场，他绝不会甘心让你逆风翻盘，到时候必定会当众嘲讽、刻意打压，你免不了要受一番非议。嘲讽怕什么？实力才是抗道理。他想看我笑话，我偏要给他看最精彩的打脸现场。矿区矿石鱼龙混杂，杂质废料巨多，全靠透视眼和指尖通灵，还有旺气之术，别大意。原生矿石表面都有矿皮，透视眼能看穿内陆，指尖通灵能感知玉料质地，旺气之术能避开有问题的料子，我有十足把握。只要你能拔得头筹，那些供应商、投资人就会挤破头来找你合作，因为你的价值已经超过了顾家，这是你破局的最好机会。哟，这不是我们顾家的金童吗？怎么跑到矿区来了？听说京师圈内的供应商都不跟你合作，走投无路了，来这儿捡点没人要的废料，凑合着开你的知微堂。顾小姐放着好好的顾家名头不用，非要自己折腾，如今落得无货可用，也太狼狈了。我来这儿不是捡废料，是来挑选顶级玉石原石的。倒是二叔不在顾家安稳待着，特意跑到矿区来盯着我，怕是怕我开出极品好料，当众打了你的脸吧？顶级玉石，就凭你？矿区原石优劣难辨，哪怕是深耕行业多年的行家都不敢轻易笃定。你不过是个靠运气捡漏的新人，也敢口出狂言？运气从来都是弱者的借口，真正的鉴识，靠的是实打实的眼力和功底。二叔若是不信，大可拭目眼淡。好啊，我倒要拭目以待，
看看你能挑出什么绝世好东西。要是最后开出来的是一堆无用废料，可别当众哭鼻子，到时候丢的可不只是你自己的脸，还有整个顾家的人。8000万，顶级黄翡，传说级料子。顾之威是不是眼神不好？选了块这么丑的石头，一看就是废料，天气霸呀！金童，我看是瞎猫碰死耗子，运气用完了。知威啊，知威，你可真行，放着那么多规整的矿石不选，偏偏选这块没人要的丑石头。你这金童，怕不是假的吧？这块矿石外观极差，矿皮粗糙，杂质极多，几乎不可能出好玉。顾小姐，你确定选这块？我确定，就选这块。看来传言是真的，他的眼力也就那样，之前的捡漏全靠运气。就这块石头，能开出玉就不错了，还想顶级料子，做梦呢！大家都看好了啊！今天就让大家看看我们顾家的金童是怎么开出废料的。二叔，你敢再跟我打个赌吗？若是我赢了，你除了撤销对我的封杀，还要帮我把买这块玉石的费用给出了。若真是废石，我顾之威自愿离开鉴宝界，永不踏足。哼，好啊，就按你说得来。我倒要看看这块破石头能开出什么花来。确实什么都没有。我说什么？顾之威，你输了！我就说你是靠运气吧！快点卷铺盖滚出鉴宝圈吧！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师傅，真正的料子在侧边，你沿着侧边浅切一层就行。顾之威，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出了，真出了！黄翡还是顶级冰种，质地纯净，色泽浓郁，是传说级的料子。我的天，真的是顶级黄翡，价值至少8000万！厉害了！外表那么丑，内里就是顶级料子，这眼力绝了！不可能，一块丑石头怎么会开出顶级翡翠？二叔，现在你还觉得我的金童是假的吗？我的眼力是靠运气吗？本次国际玉石鉴赏大会冠军顾之威开出顶级黄翡，实至名归。二叔，记得履行我们的赌约哦。顾小姐，久仰大名，我是恒通投资的负责人，你的眼力太厉害了。我们公司向顾家投资知微堂，资金渠道全包，条件你开。顾小姐，我是全国最大的玉石供应商，之前是我有眼无珠，跟着别人争锋，我愿意以最低价格给你供应所有玉石原料，长期合作，绝不反悔。还有我古董配件、木材供应，我们全包价格优惠，随叫随到。宣传渠道我们也能对接全国资源，帮知微堂打响名气。多谢各位厚爱，知微堂需要的就是各位这样有实力的伙伴。具体的合作细节，我的秘书会尽快和大家对接。顾小姐，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鉴宝师，年纪轻轻，眼力却远超很多资深行家，未来不可限量。谢谢夸奖，我只是运气好，再加一点眼力罢了。丫头，你做到了，打破封锁，赢得认可，知微堂的路彻底通了。奶奶，我做到了。从今往后，我顾知微不靠顾家，不靠任何人，凭自己的本事撑起知微堂，活出自己的人生。
好久不见，我是林浩。林浩，好久没联系了，今天怎么有空打电话？我有个发小叫张成，家里是做收藏的，后天要办一场私人收藏宾客会，邀了不少圈内人。他听说你现在是鉴宝界的金童，特意托我问问你有空过来帮着长长眼吗？私人收藏宾客会都有哪些人参加？都是些收藏圈的老行家，还有几位知名的拍卖行鉴定师，机会很难得的。好，我会去。还有几位资深鉴宝师，算是小型的圈内交流会。张成想借机会让大家交流藏品，也想请你去镇镇场。可以去参加，多涉足这类高端圈内场合，认识行业人脉，对你的知微堂后续发展大有裨益。同时也能见识各类珍稀藏品，积累阅历，打磨眼力。行，后天我没有其他安排，有空过去。你把宾客会的具体地址和时间发我就好。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会愿意帮忙。活动地点在城东观澜别墅，后天下午2点正式开始，我到时候开车过去接你。不用麻烦你特意跑一趟，我自己准时过去就可以。后天见。奶奶，林浩说他朋友办私人收藏会邀我去，我答应了。多去这种场合，既能开阔眼界，也能让更多人认可你。别紧张，正常发挥就好。我知道，就是去看看藏品，交流交流，没什么好紧张的。志威，你可算来了，快这边请。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发小，也是今天这场私人收藏会的主办方张成。顾小姐，久仰大名，如今鉴宝界你的金铜交际早已名声在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能有幸邀请到你莅临现场，真是让我这场收藏会蓬荜生辉。非常欢迎你的到来。张先生太过客气了，多谢你的诚挚邀请。今天我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过来，和各位前辈藏友交流切磋。你们聊，我去接一下我其他的朋友。慢慢参观，不用着急。这类私人收藏会藏龙卧虎，珍品往往藏在不起眼的物点里，多留意那些外观普通、容易被人忽略，但气韵和质感格外特殊的藏品。我知道了，奶奶。不是我吹牛，古玩这行，我看一眼就能断真假定年代。甭管是唐宋瓷器还是明清玉器，在我眼里没有瞒得住的东西。年纪大的藏友都知道，我鉴宝从没走过眼儿。王老师这话一点不假，您的眼力和专业能力在咱们圈内是出了名的厉害，我们这群人平日里都格外佩服您的实力。可不是嘛，今天有王老师坐镇现场，我们手上这些拿捏不准的藏品总算能有权威定论了，真是不虚此行。这玉佩看着普通，但气息不对。3个亿，没错，是皇室御用之物，气息是乾隆时期的。再看细节，是随身玉佩，造办处特制。乾隆御用随身玉佩，和田籽料，雕工是宫廷造办处的顶级工艺，刻有乾隆年制考和款金字案记，价值3个亿。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金童顾之威吗？年纪轻轻，名声倒是不小，就是不知道真本事有没有传闻中那么厉害。王老师过奖了，我只是略懂皮毛，不敢称厉害。皮毛？我看是运气好吧？你盯着这块破玉佩看什么？这种民国仿品，街边地摊到处都是，不值几个钱。王老师，我看这玉佩不像民国仿品，倒像是清代皇室御用之物，还是乾隆随身的御用玉佩。真是笑死人了！乾隆御用玉佩，就这破玉佩，材质普通，工艺粗糙，就是民国匠人随便仿的，顶多值几百块，还皇室御用。
简直是异想天开，没见过世面。王老师，顾小姐，你们这是在聊这块玉佩？张老板，你这块玉佩就是民国仿品，普通的不能再普通，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居然说是乾隆御用，简直是不懂装懂，贻秀大方。张先生，您这块玉佩是祖上传下来的吗？对，是我曾祖父传下来的，一直放在家里，没当贵重东西。今天带来凑个热闹。但是祖传的东西，就算不是皇室御用，也不会是民国仿品这么简单。什么祖传？说不定你曾祖父就是被人骗了，收了个民国仿品当宝贝。我跟你打包票，这绝对是民国仿品，假的不能再假。我敢拿我的名声担保，就是假的。要是这玉佩是真的乾隆御用，我当场给张老板磕3个响头，从此不再踏足鉴宝圈。王老师这么肯定，还敢打赌？顾小姐看着很笃定，难道这玉佩真有来头？不好说啊，王老师在圈内名气不小。顾小姐虽然是金童，但毕竟年轻。张先生，既然王老师这么肯定是假的，我愿意把玉佩买下来，您开个价。顾小姐，您真要买？这玉佩我没打算卖，就是拿来看看的。我确实看好这块玉佩，觉得它不是普通物件。您放心，我给合理的价格，绝不占您便宜。既然顾小姐这么喜欢，那我也不矫情。这玉佩是祖传的，我也不漫天要价，您给50万就行，就当是缘分。50万？顾知微，你可别被坑了。这破玉佩顶多值500块，你花50万买个民国仿品，真是钱多没处花，纯属冤大头。好，50万，我买了，现在就转账给您。顾小姐，玉佩现在是您的了，不管真假，都是缘分。多谢张先生，我相信我的眼光。等着看你后悔！50万买个破烂，真是脑子不好使。等你发现是假的，哭都来不及。别理他们，很快就能打脸。现在联系秦老，让他过来鉴定。既然王老板那么肯定，那我现在就请人来鉴定，真假一验便知。秦老，打扰您了，我在城东观澜别墅的私人收藏会上买到一块玉佩，想请您过来帮我长长眼，不知道您现在方便吗？知微啊，方便，我现在就过去。好，我马上发地址给您，麻烦您了，秦老。我已经请鉴宝界的秦墨舟秦老过来鉴定，他是圈内公认的权威，从来没走眼过。等秦老来了，真假自然水落石出。就算秦老来了，也改变不了这是民国仿品的事实。我敢打赌，秦老肯定也和我看法一致，认定这块玉佩是假货。秦老好。知微，把玉佩拿出来我看看。我就说吧，这物件绝对是假的。秦老这副神情，分明就是已经看出了器物的破绽。别慌，秦老已经看出门道了，马上就会揭晓答案。
赤薇呀，你可真是捡到天大的漏了！秦老，您的意思是，这块玉佩并非民国仿品？这根本不是普通古玉，更不是民国仿品，这是乾隆皇帝贴身佩戴的御用玉佩，是难得一见的传世珍品。什么？这居然是乾隆御用随身玉佩！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真的假的？秦老是古玩界的泰山北斗，深耕鉴宝行业数十年，经手国宝级文物无数，从来没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老人家亲口鉴定，这件玉佩绝对是顶级珍品。秦老，您说的是真的吗？这真的是我家祖传下来的旧玉佩？我一直没当回事儿，随意搁置多年，万万没想到，居然是珍贵的乾隆御用皇室珍品！不可能，秦老，你一定是看错了，这物件看着平平无奇，品相普通，细节处处像民国仿古工艺，分明就是民国时期的仿品，怎么会是珍贵的乾隆御用珍品？求您再仔细核查一遍。我研究古玉一辈子，从来没看错过，怎么会看错？你自己过来看看，这玉佩的材质是新疆和田籽料，色泽温润，质地细腻，是顶级玉料，普通民国仿品用不起这么好的料。你再看雕工，祥云纹刀法细腻流畅，是清代宫廷造办处的顶级工艺。还有千迹字暗记元字3号，这是乾隆御用玉器的专属标识，只有皇帝随身之物才会有。志威，你好眼力啊！这么不起眼的玉佩，你能一眼看出是乾隆御用，这份眼光，整个圈内都没几个人能比。这玉佩是乾隆随身携带的，存世极少。多谢秦老抬爱，今天多亏您到场专业鉴定，当众佐证，才让这件珍品的真实价值得以公之于众。我也只是运气好，碰巧看对了物件，算不上什么过人本事。这可不是运气能够解释的，纯粹是你实打实的真本事。你完美继承了你奶奶秦墨兰的一身鉴宝绝学，眼力、信性都远超圈内一众年轻人，难能可贵。我万万没想到，自家传了几代的老物件，居然是国宝级的皇室珍品。早知道是这般稀世宝贝，我说什么也不会轻易卖掉。顾小姐，您看这……张先生，买卖自愿，您已经卖给我了，我也付了钱，就不能反悔了。是，买卖自愿，我就是太意外了，没想到这么值钱。顾小姐好福气。王老师，您刚才可是当众打包票，笃定这是民国仿品，还放话说若是真品就磕3个响头。现在真相大白，您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对呀，秦老权威鉴定，板上钉钉的御用珍品，您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做鉴宝这行，要谦逊低调，不能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更不能不懂装懂、随意贬低珍品。今天这事儿，也是给你一个教训。王老师，鉴宝行业立足的根本是真才实学，而非靠吹嘘造势、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今天的事儿，希望你能好好吸取教训，往后踏实钻研技艺，沉淀心性，不再狂妄自大。我知道错了，多谢顾小姐好心提醒，我日后一定潜心学习，再也不敢狂妄失礼了。这种狂妄自大、不懂装懂、恃傲轻夺的人，就该好好被敲打一番，让他真切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学无止境。秦老，敢问那枚珍贵的乾隆御用玉佩，如今市场价值大概是多少？目前国内高端拍卖市场中，清代乾隆御用玉器资价极高，尤其是皇帝贴身随身的玉佩，存世量极为稀少，收藏价值极高。保守估价，那枚玉佩市值足足3个亿。
个亿！我的天，50万买的，转眼变成3个亿！顾小姐这运气简直逆天了！哪里是运气，是真本事。换做别人，就算摆在面前也认不出来，早就被王磊忽悠了。3个亿，我要是没卖，现在就是亿万富翁了。真是有眼无珠，错失良机呀！丫头，今日之后，你才算真正在京城古玩圈站稳脚跟。别紧张，大方应对便是。奶奶，我不会辜负您的心血，也不会辜负自己的坚持。志威，恭喜你，知微堂今日开业，往后定能名扬四海。多谢秦老前来站台，有您在，知微堂才更有分量。知微，恭喜开业！凭你的本事，知微堂必定门庭若市，前途无量。多谢李叔，多亏您当初帮衬，我才能走到今天。顾小姐，恭喜开业，小小薄礼，不成敬畏。祝知微堂开业大吉，生意兴隆。多谢沈小姐，多谢前来捧场。顾小姐，恭喜开业！您如今是鉴宝界金童得主，有您坐镇知微堂，我们往后鉴宝交易都放心。从顾家废物到金童鉴宝师，顾小姐的本事有目共睹。今日开业，实至名归。顾小姐，您年纪轻轻便成为鉴宝界新星，如今开设知微堂，未来有何规划？知微堂主打高端鉴宝、珍品交易与古董修复，坚守本心，以真才实学立足，传承鉴宝正道，守护文物价值。外界称您是秦墨兰泰斗的传人，您觉得自己是否配得上这份赞誉？奶奶是鉴宝界的标杆，我只是沿着她的脚步前行，不断学习精进，不敢妄称传人，只求不负所学，不负初心。秦老，今日多谢您亲自站台，帮了我大忙。你我之间不必如此客气。你是我堂姐的孙女，又是鉴宝界难得的人才，我理应帮你。知微，今日找你，除了道贺，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与你商议。秦老请讲，我洗耳恭听。我这个堂弟行事稳重，能让他郑重提及，此事定然非同小可。我有一位多年至交，姓陈，名敬山，久居湾区，深耕收藏界一辈子，人品贵重，眼光独到。他此次想与你谈一桩合作，非你不可。湾区，陈敬山先生，不知是何种合作，为何偏偏选中我？陈老一辈子潜心收藏，尤其痴迷中华文物。听闻你是墨兰传人，身怀金童绝技，人品正直，心怀正气，并你是唯一合适的人选。这是陈老的地址与联系方式。多谢秦老引荐，我会尽快安排时间前往关区拜访陈老先生。陈挪年事已高，一生心系中华文物，你此行务必坦诚相待，认真倾听他的想法。此事关乎重大，切勿轻率。我明白，秦老放心，我定会谨慎行事，不辜负您与陈老先生的信任。湾区藏着不少流失海外的中华文物，陈老找你，或许与文物回归有关。你此行务必用心，若能让流失文物回归祖国，便是天大的好事，我定会全力以赴。晚辈顾之明，见过陈老先生，我是秦老引荐前来拜访的。你就是知微，果然年少有为，气质不凡，快请进。这陈老气息沉稳，一身正气，绝非寻常藏友，值得信任。知微，一路辛苦，先坐，喝杯茶歇歇脚。多谢陈老先生，不辛苦，能前来拜访您是我的荣幸。秦老早已与我通过电话，对你的经历本事都颇为了解。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今日邀你前来，是想带你去看一处我守护了一辈子的地方。请吧，里面便是我一辈子的心血。
陈老先生，这么多珍贵藏品，实在令人震撼，每一件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这些藏品一部分是我陈家世代相传的家传之物，更多的是我这一辈子走遍全国各地，费尽心力收购而来的中华文物，皆是珍品，不少都是战乱时期流失海外的文物。陈老一辈子守护，实属不易。陈老先生心怀故土，守护中华文物，令人敬佩。我自幼痴迷中华文物，年轻时恰逢战乱，目睹大批文物流离失所，心痛不已。我父亲当年为保护文物辗转多地，最终来到湾区，只为让这些中华瑰宝免遭战火摧毁。父亲带走的文物，一部分妥善保存至今，另一部分在战乱中不幸流落民间。原来如此，陈老先生与令父为保护中华文物付出了太多，令人敬佩。我这一辈子只做了2件事：一是四处奔走，寻找当年失散的文物；二是倾尽所有，守护好手中的这些藏品，不敢有丝毫闪失。我一生所求只有一个心愿，期盼有朝一日能将这些珍藏的所有中华文物全部带回祖国，让他们叶落归根，回归故土，供后人瞻仰，传承中华文化。陈老一生坚守，心怀家国，这份赤诚之心世间少有，这份家国情怀令人动容。陈老，只是我如今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弱，自知时日无多，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能在我走后替我守护这些文物，完成我未尽的心愿，将他们安全带回祖国。我在秦老口中听闻你的事迹，知晓你身怀金铜绝技，鉴宝眼光独到，更难得的是你心怀正气。我见过无数藏家，唯有你让我觉得是最值得托付的人。陈老先生，您放心，您的心愿便是我的心愿，我答应您，替您守护这些文物，拼尽全力将它们全部带回祖国，让它们叶落归根。好，果然没看错你，有你这句话，我便是死也能瞑目了。志威，你仔细看好，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来之不易，它们大多是早年流失海外的国宝，我耗费半生奔波，倾尽所有积蓄，才一点点搜集追回。日后由你接手守护这些文物，务必事事小心谨慎，妥善照料，细心保管，无论是存放、转运还是交接，都不能出现半点差错，绝不能让这些珍宝再次流落他乡。陈老放心，我定会像守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用心守护好馆内每一件文物，悉心保管，妥善对待，绝不辜负您半生的坚守与这份沉甸的托付。丫头说得好，能接手这份守护文物的重任，既是你的福气，更是你的责任。守住这份赤诚初心，坚守正道，护佑文脉，便是守住了这些文物的根与魂。我明白，这份文物守护之责重于泰山，往后我定会全力以赴，恪尽职守，绝不半途松懈，完成好这份传承与守护。我半生心血，毕生坚守，如今全部托付给你。志威，往后这些国宝的归途，就全拜托你了。陈老先生请安心，我会第一时间对接文物局，上报所有藏品信息，平稳妥善地完成文物归国事宜，让这些漂泊已久的国宝真正回归祖国怀抱。顾小姐辛苦了，此次顺利追回大批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是我国文物追溯工作的重大突破，功不可没。能让这些文物叶落归根，回归祖国，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陈敬山先生的毕生心愿。如今心愿得偿，一切都值得。丫头，你做到了，圆满完成了陈老的托付，让这么多珍贵文物回归祖国，不负初心，不负所学，奶奶为你骄傲。奶奶，我做到了，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初心。奶奶，一切都结束了。陈老先生托付的所有文物都已经安全回归祖国，移交国家相关部门，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您可以放心了，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没有辜负陈老先生的托付，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初心。我终于活成了您希望的样子，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好孩子，你长大了，成熟了，能独当一面了。奶奶很欣慰，也很放心。奶奶的心愿就是你能传承鉴宝正道，守护中华文物。如今你做到了，奶奶也该走了。奶奶，你要去哪里？傻丫头，奶奶本就是魂魄之身，能陪你走到今天已是缘分。如今你已学有所成，初心不改，无需奶奶再陪伴了。往后的路你要自己好好走，坚守本心。奶奶，您放心，我会带着您的期许一直走下去，继续守护着初心，守护着顾家。